大家好，我是100，我们又见面了。按照惯例，在一开始邀请您一同欣赏一下我收藏的一些小圣物。首先映入眼帘的大大小小各种形状，那么其中在正中间还有这个非常小巧的龙坡的一个 Loki， 这是龙坡爹的，用纯金包裹的这么一个，这是我从善信那儿直接就是这样请过来的，也是一个老金，也是龙坡爹的忠实的信众。还有一尊比较小的，这个很有意思哈，非常小的一尊，我看看能不能放大。这是什么呢？有朋友认识吗？这个是僧王桑克拉佩24记不太清了，2458年到2460年之间制作加持的这么一期披吉小佛，不是披吉府那个披吉啊，名字叫披吉瓦苏滩瓦苏塔，这俩怎么很像呢？就是随便聊一聊啊，就是这个小佛，它是一个善信，然后请制就是邀请的请，制作的制，请制，像这个那个桑克拉佩请制这么一批小佛小的佛像，是作为他们传家的就是家族圣物。帕皮吉，这人呢名字叫瓦苏滩，就有这个名字，所以呢就是瓦苏滩帕皮吉，这很有意思。那大家看，那怎么谁都可以请这个僧王督制佛牌呢？事实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就是咱们有哪儿说到哪儿，这是有来头的。这个人就是邀请桑克拉佩制作这期圣物的这个人大有来头，他是泰国皇室的一个御用的内库就是一些收藏品、艺术品等等，掌管这个的负责人，也就是所有泰国的艺术方面吧，就皇室的，是这么一个有头衔的有头有脸的人。他跟桑克拉培关系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大家知道桑克拉培最著名的就是药师佛铃佛帕金金就是铃铛嘛，里边有个哗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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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的那个，这就是帕金。这个帕金桑克拉培不管是第一期还是后期，当然咱们就说第一期，就是他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这个人就是瓦苏滩这个人，他在中国收藏了一尊中国的，也就是大乘佛教药师佛嘛，大家都知道上海有药师庙是吧？药王庙药师佛，它是来自于他这个造像，是来自于大乘的造像，这么一个灵感，然后督造的，就开始督造药师佛了。所以为什么大家看我之前很多年前有一个视频讲过，就是药师佛它的来历嘛，它是从中国传过来的，就是古代就是那会儿传过来的这么一个造像，大乘的造像。所以说药师佛灵佛一般都是华裔老的华裔愿意收藏佩戴这些东西。那你看像泰国，像我们来泰国旅游，一般都是带什么呀？有这个扎图堪还有这个师傅自身是最多的你看像必达也有像松代等等等等，是这些比较本土的。就是怎么是本土呢？就是它的审美各方面就是带药师的很少，一般是华裔带比较多。这个是一开头分享的一个小故事。那么今天分享也是佛牌的使用心得，这些都是我的使用心得，我亲自使用过的
一些经历。但是你说用使用这个词儿吧，这好像有点功利了，就好像我们拿它当一个工具，但是大家姑且这么理解啊。但实际上我还是以非常恭敬的心去和这些圣物连接，而不是当做一个可以谋我自己私欲的这么一个工具，那是不对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小方法是我自己验证过，然后我拿我一个客户也验证过。这客户是一个小姑娘啊，就是来我这儿的小姑娘比较多。她就跟我讲，她说我请了这个东西以后，怎么说呢？一开始还不错，但是后来就感觉没什么用了，然后一直的闲置，在我梳妆台那个首饰盒里一直待着。直到有一天我整理的时候，我发现佛牌在这儿，所以我才联系你。我想问问，再次佩戴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方法，一些什么，然后以及为什么，就是他想闹清楚为什么我刚开始的时候感觉还不错，但是后来没有效果了。我跟他是这么说的，我说在一开始你是受到了一些文化的熏陶，比如说在那个时候你喜欢佛牌，你了解它的故事啊，这个师傅的生平也好，包括这个佛牌的历史也好，它年份、材质、工艺等等这一套。那么当你请到他的时候，到了你家，你是一个无比兴奋的心啊，就是好奇的心打开，然后观摩佩戴。这个时候你的信念是跟怎么说呢，是由佛牌而来，但是你没有生活在那么一个环境，就是咱们人是环境动物。说了有二元对立了，我们换个话题吧。总之我跟他说，我说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因为大家都不认可，甚至有人说你这个东西是歪门邪道啊，你这个东西如何如何，因为他外界的评价就像是一阵风一样，但是风过来以后，你把这个风它可能是臭的，你把它留住了，深深的吸入你的肺里了，那这个时候对你的心智，就是身体心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不论你带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佛牌，当你对佛牌的这个信念失去了以后，慢慢的你就不再相信它了，你不再信任它的同时，你把自己的那份可能性也就断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很有用，但是后来没有用。今天你妈说这个东西歪门邪道，你妈问了某个师傅，某个山里的一些所谓的和尚，然后告诉你泰国这些东西都是害人，都是鬼。明天你的同事看到以后说，你怎么带这个，我听说哪个明星如何如何心术不正啊，后天如何如何，你自己就会怀疑了，那信念不坚定了，于是你把这尊佛等同于一个魔鬼，一个邪物。那么在此时你的心智就被污染了，这就是魔考。什么叫魔考啊？它是一场灵魂的淬炼，在这场路上你究竟能不能扛得住这9981难。9981难虽然在西游记里是非常非常夸张的，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可能就是润物细无声，就是你身边的一些熟悉的人事物在不断的拖拽着你。所以我们人类为什么群居，就是群体一定是降智的，因为群体只要立场不允许你有观点，你只需要站队就可以了。这就像一个盆装上螃蟹一样，一只螃蟹很轻松就爬出去了，但是当你装好多只的时候，每当一只螃蟹想要上去，另外一个螃蟹立马就把它拽下来了。那是群体是降智的，独处才能找到自己的心。当然了，独处也是需要智慧的，独处不是孤独，如果不是寂寞，如果混在一起的话，不免又堕入邪见了。说了这么多以后，这个小姑娘似懂非懂，她就跟我说，那我再开启的话，需不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我说不用，念3遍起头经嘛，就是佛手经，南无大萨帕科瓦多阿拉哈多，这个念3遍，念3遍以后，虔诚双手合十，
然后佩戴就可以了。他说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呢？我就分享他了一套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很简单。我说你现在手里有几块牌？他说我一看有3个，一个是这个现代的一些比较精美的一些算是文玩的佛牌，还有一个就是从我这儿请的，还有一个就是后来请的一个佛牌。这3个摆在一起，其实年代都不太一样，就是比较突兀。他呢就拴在一个绳子上，一个黑绳。我说这样，我说你把这3尊牌拆下来，不要戴在一起，拆下来。然后他照做了。他说那我配什么绳子？我说你就配你的颈链。那小女孩不都有这些很细的那种 K 金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颈链我就是说你配到3条绳子上，或者是链子上照做。他说好，我配完了。然后呢，我说这3尊牌里首先哪尊是干什么的，哪尊是干什么的，哪尊是干什么的，我把这个效果告诉他了。为什么有一个效果呢？就是大家看我频道，我其实挺不愿意提效果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效果太局限性了，它甚至是有点侮辱佛牌了，因为它代表的就是像我们吃那减肥药似的了拿一尊牌等同于减肥药，我们吃完以后用完以后就必须有什么效果，我觉得这是一种玷污，但是它又是一种善巧非常快速能让你理解这个牌是干嘛的。所以呢，姑且我就是用效果等同于让它彻底快速理解。我说这是干什么的，这是干什么的，这是干什么的。我说其中这块牌你每天通勤的时候戴，为什么？因为它可以调节你的心情。当然在戴的时候你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什么事项呢？平常不要戴，就是通勤路上准备通勤，从家里出门，双手握住，先看一眼，然后双手握住，给我带来一个好的心情。佩戴，通勤到了公司摘下来以后收好，就不要戴了。另外一尊呢，比如说见客户或者是见上司，佩戴之前同理也是，就是佛咒经，然后你默念就可以嘛，因为有别人在场的话把你当神经病了。然后对着自己内心说，接下来这个事儿很重要，一定要帮我如何，就是具象化说一遍以后佩戴上以后，不管是见客户还是见老板，见完以后立刻摘下来，不要再用了。如果是跟朋友在一起的话，另外一块，或者是跟你的爱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不是心理学或者是其他一些神经机制的一些东西，而是说一尊佛牌真正有效的时候，一定是在你的，就是我们讲什么呀，意念就是发出意念的这个频率，你发出去的是什么频率，你接收到的就是什么频率。而这个能量的小盒子就是作为一个存储器，不论是每次你干同样的事儿带着同样的牌，久而久之让这个牌当成一个固定的锚点，就像是你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当你打开那首音乐的时候，忽然回想起了那个青涩的少年那个满脸稚嫩的自己，谈着一段两小无猜的感情，在一场秋雨之后分手了难免有些伤感。就是这么一首歌给你带来这么多思绪。那么佛牌也是一样，把佛牌当成一个固定的锚点，你滋养它，你用你的信念滋养它，它也会反过来滋养你。我说你就按照这个方法你佩戴，
当然，这个女孩她可能了解的不透啊，她问了我好多问题，就是，哎，为什么会这样？她就是刨根问底儿嘛。然后我也没跟她多说，我说你就按照我这个佩戴1个星期，哎，你就看吧。接下来我要说什么，大家肯定都知道了，就是她回国找我以后说，哎，确实不一样，就是可是我妈如何就是反对吗？我说你啊，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事业当中，你不要为了自己的东西据理力争，你只需要守护好你自己信念的东西，你信任它，你守护好，外界再说什么，不要听了。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是完美的，即便他有很多过错，他犯了很多的错事儿，或者是他有一些弊病，但是在我们眼里他永远是优秀的，永远是完美的。但是别人会这么评价他吗？必然不会。但是别人不这么评价他，就代表他一定要在我们心中有破痕吗？有裂痕吗？不是的。所以我们要课题分清，就是阿德勒的嘛，阿德勒的这个叫课题分离。我是我的事儿，我管好我自己，你的这些观点也好，其他东西也好，侵蚀不了我。我跟他讲了这么一些东西，他说好，他说我明白了，他说以后我见到那些人，我也不刻意的去分享给他们看，我就自己留好，带在贴了肉带，这都没问题。我说对，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方法，它其实也跟神经学、心理学有一些关系，但是正如我们前几期所讲，就是神经学叫科学这些东西，就是可以反复验证的这些东西，都称为科学嘛，就是在尝试着去解答以前那些解释不清的东西。所以你说古人的道理，包括一些圣人贤者的道理，他们在山洞里什么都不干，就是研究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跟这个世界的关系。那总会有一些个体的无法复制的一些经验，然后通过我们讲的就是指向性传递到这个小的盒子里，就像一个小的频率一样，然后刺激着你，就像我们打那叫什么，就是那叫磁铁呀，就是咚咚，那叫什么来着？我也没抢救过，我也不知道，就类似于那个东西，只不过它很微弱，它不是生理上的立刻反应，影响你的心智。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心是封闭起来的，如果你对就是任何万事万物都是抗拒的，都是不行的，那这个时候任何东西都进不来，那好的进不来，坏的也进不来，那这个时候你就失去了很多的可能性。就像本杰明这个富兰克林，就是100元美钞那个人讲了一句话嘛，有的人25岁就死了，但是75岁才埋。保持开放的心态，开放的意识，让更多的可能性进来。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护自己，因为当你完全开放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东西都能进来了，那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尊好的圣物来陪伴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就犹如佛陀在菩提树下狂风暴雨，这个时候突然闪现，就是龙王嘛，就是那叫什么七龙佛嘛，七头蛇王，然后幻化成7条龙，守护着，就是为佛陀遮风挡雨，不让一切邪灵亲近他，这就是护法的作用。所以佛牌它是一个影响我们心智，然后给我们设定一个能量结界。那接下来怎么走？是否愿意去拥抱这些新的可能性，而不是用自己非常固执的那种思想去重活一遍那个痛苦的人生？这个就看我们自己的选择了。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我们下期再见。